介绍中国传统服饰的书买了好久，一直想和大家分享，改天吧。先说这周末我追了一部在大陆禁播，只能在台湾播出的犯罪侦查现代剧，是爱奇艺国际站的自制剧。那部台剧虽是3年前的作品，台湾导演讲故事的功力和演员选角，真的是处处感受到用心。要是内娱的导演也能不被资本方给绑架，那就好了。后来我就去查了那部剧的相关新闻采访，有一些感触，这几天再和大家分享。那么今天先来聊聊纸黑的另一张皮——入追。你们知道饭圈现在有入追业务了吗？就是花钱就可以进粉圈来做入追，比起明目张胆的黑粉，这种入追粉的杀伤力更大，各种带节奏，就把粉圈弄得乌烟瘴气。然后一点芝麻大的事，他也要给你放大到好像这天儿要塌了，天天对正主指手画脚，各种吹毛求疵。当粉圈出现很多入追粉，这个明星就从此要糊了。要知道，一路上升的明星突然一堆入追粉，带丧粉圈风气，傻子都知道这并不合理。那入追风气又是怎么来的呢？据早期混迹于韩娱的网友表示，最开始应该是韩娱粉圈形成的，很多人单纯是年纪小又力气大，正主是外国人，粉丝和正主山高水远的，不在同一片网域，即使骂了也影响不到什么。但是内娱又学了人家的糟粕回来，现在能送到你面前让你看到的，很多可能确实是有人在故意表演。因为入追还有压线批皮黑，他们比明着黑的更有欺骗性，对艺人的危害更大。外部打击不到粉圈的，那就从粉圈内部分化，敌人从内部瓦解可能会更容易。虽然说一个粉圈里有真粉丝，傻白甜的、圣母的、追捧吹彩虹屁的、入追的、批皮粉丝都很稀松平常。追星人里面也会有不理智的粉丝，就比如喜欢的时候可以为了明星控评、氪金、吹捧、追撕，变心不喜欢时自然也会有回踩的。但是你见过有人长达2至3年每天都在微博里辱骂同一个艺人吗？如果这个人不是拿钱办事，这真的解释不了。尤其是水军公司发现这种入追手段，就是可以规避被告的风险，嘴里打着为明星好、爱之深责之切的旗号，怎么咒骂都是为了明星好。要怎么告呢？告了就到处宣扬说艺人告自己的粉丝，这样艺人告黑子就被颠倒黑白歪曲成了艺人告粉丝了，挑拨艺人和正常粉丝之间的关系。所以肖战新来的粉丝如果不会分辨，那就要先远离有入追行为的人，因为肖战粉丝批皮粉太多了。这些入追粉其实都是别家花钱安插在粉圈里的人。看到有网友提议，以后谁想教育人，先备好超话签到证明、代言购买证明、豆瓣豆苗和微博超 like。豆苗和超 like 是虾圈初步判定是否具有加入教育团队资格的投名状和敲门砖。不过还是要婉转的提一句，就算上述都做了，也没有权利教育别人。大家都是来追肖战的，并不是来让人教育的。而且也不是说粉丝不能提意见，至少在提意见之前得先证明自己是个粉丝吧。那种不做数据又不维护作品口碑、不买代言，那万一是别家粉丝来搅浑水的呢？不然肖战的新合作对象都是和肖战往日无冤、近日无仇的人吧？怎么才合作一出事就整天对别人逼逼赖赖？要说这里头没人在挑拨，没有那种歪屁股的王八乌龟 CP 粉在拱火，我不信。至于王八乌龟有多歪屁股呢？王牌部队播出期间，号召只给老伯的扑起扶桑刷数据；斗罗大陆播出期间，又说999要过热播期了，重点先搞有9。你梦中的那片海播出期间，总是五黑梗想关联负面。玉骨遥期间带头举报官方抖音，他们真的是罄竹难书耶。这已经不是拉偏架和歪屁股的问题了，桩件完全就是泄愤。明面上带着挂件到处蹭，实际行为又是在恨着谁呢？恨肖战不发糖吗？昨天看到有网友讨论一部剧真爆与粉圈自爆的差别，有一个网友开了第一枪说，我是做剪辑师的，我会不知道啥剧爆没爆吗？爆剧我就会自发的剪片来蹭热度，铺剧则是找到我们公司要我帮忙引流。那我们这些喜欢吃瓜的网友
又常在刷微博烫搜的人就会知道，一部剧在播出期间会有各种梗，不论是好的梗还是吐槽梗，只要是有讨论度的，再差的成绩也会是热播。因为一部爆剧的基础，那必须是要有剧情出圈，有人各种立场的讨论，还有人出梗图，而不是表面上看到的各种粉丝去营销号下面控评捂嘴，只看到各种限定的数据高，但是却一点讨论剧情都没有哟。这就好比有强营销的剧，你会发现剧播出期间大家一起玩梗，好像真的爆了，实际上热搜和营销一撤，那份人走茶凉。常在瓜田逛的瓜友应该都能火眼金睛识破及都是心照不宣吧。另外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，绝代双骄的剧都有一个现象，就是在开播时就吓死人的强营销，第一天会全网投放好评，整得好像绝世大爆剧似的，之后营销一撤，热度就开始下降，剧情无人讨论，网友甚至潮都懒得潮了，然后就开始频频的播完了呀。最后他们的粉丝会拿着头1、2天的数据开始到处吹逼，所以说绝代双骄的剧离了强营销根本就毫无水花。那你说业内不知道吗？业内都是看脱水数据的，谁的剧播的好不好，我们看看他们后续的影视资源就知道了。还有每一年的微博之夜，看座位，这个在业内座位是不能乱排的。如果一个粉丝天天说自家哥哥姐姐是爆剧的男女主，整天一口一个奶妈奶男主的叫，哥哥姐姐的座位是站票或坐在后面，那说明这剧平平无奇，热播都算不上，因为没有谁比新浪微博更清楚谁是水货了哈。当然，微博水货要加价买个 VIP 座位坐到前排，也不是不可能。那么，以内娱水货喜欢买水的强营销，现在在网络上看起来就会没有铺剧，全是爆剧。也就是说，现在是营销时代。只要肯花钱营销，各个平台都给你安排上，怎么看都是爆。只是这个营销与成本摊提下来，到底这个剧赚不赚钱，又赚了多少，那就平台、制片方、投资方年底财报损益表拿出来看才知道了呗。因为真正的爆剧是双赢的，观众是爱看的，创作团队是赚钱的，演员后续是有加成明显的，再来就是爆本身是个低概率事件的结果。数据是在爆之后才反映出来的，而不是看着数据喊爆剧，冲着爆字去的，那就做不出爆剧了。前几天我还在微博烫搜上看到了一个笑话，已知截止2024年1月，中国大陆已与183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。然后老伯的剧太能吹嘘了，一开播就190家的国家播出，全球一共197个国家。这很明显就是一顿操作猛如虎，定睛一看，原来是个250。不过我现在知道了，爱奇艺这个串流平台为191个国家和地区提供播放服务，哈哈哈哈！无论老伯以何种方式出场，都是笑话连连。无论是看秀还是播剧，从上到下，从里到外渗透是无知。这瓜吃的挺欢乐的，它就只是一个超级大挂件。而且是戏外比戏里精彩的那种挂件，只是没想到平台居然愿意配合他们这么疯癫，这是缴了多少保护费才能使鬼推磨啊？话说回来，在当今高度数字化、社交化的文化消费环境中，影视作品的口碑与评分早已成为观众选择观看的重要依据之一。近期，由人气演员肖战主演的电视剧《梦中的那片海》便陷入了这样一场舆论漩涡之中。即便梦中的那片海早就播出，并且已经数十次在电视上轮播，但这部剧却依旧在某知名评分网站豆瓣上，因短时间内出现大量极端负面评价，触发了系统的评分异常机制，显示出评分存在失实情况。据豆瓣官方反映，梦中的那片海遭遇了疑似恶意的一星刷屏行为，这种现象并非首次出现在娱乐圈。它往往源于某些利益群体或个别粉丝团之间的恶性竞争，试图通过操控评分来达到贬低对手、抬高自己作品的目的。此次梦中的那片海受到的攻击，无疑是对公平公正的网络评价体系的一次严重冲击，也引发了广大观众对网络环境健康性的深思。一方面，这样的行为违背了网络社区的基本准则和诚信原则，破坏了基于用户真实反馈建立起来的评分信誉。观众在选择一部作品时，
依赖的是公开透明且相对客观的评分数据，而非受操纵的数字游戏。另一方面，这也折射出部分粉丝文化的畸形发展。一些粉丝出于过度保护自家偶像的心态，采取极端手段以求得所谓的竞争优势，殊不知此举不仅无助于提升其正主作品的实质口碑，反而可能招致公众反感，损害艺人形象。事实上，无论是哪一方的粉丝或者团队采取了这种恶意刷屏的行为，都是对艺术创作劳动成果的不尊重，更是对市场良性竞争规则的践踏。真正的优质作品理应凭借自身的艺术水准、故事情节、角色塑造，以及观众自发形成的口碑赢得市场份额，而不是依靠水军或恶意差评来抹黑竞争对手。对于此类恶意竞争现象，各方应当共同发声谴责，并呼吁行业自律和监管部门加强监管力度。平台方更需进一步完善反作弊机制，及时识别并剔除虚假评价，确保评分系统的公正性。同时，粉丝文化亟待引导走向理性与成熟，鼓励粉丝支持作品的方式应回归到欣赏作品本身，积极参与合法合规的互动讨论，而非陷入相互攻讦的泥淖。恶意刷屏这一现象暴露了网络空间中维护公共秩序的重要性，以及培养健康粉丝文化和尊重文艺创作成果的紧迫性。只有当我们共同构建起一个纯净公正的评价环境，才能真正助力优秀作品脱颖而出，促进整个文化产业的繁荣与发展。而对于梦中的那片海而言，经历过这场风雨之后，真诚希望其能够凭借扎实的内容与制作，在公正的评价体系之下得到应有的肯定与喜爱。况且梦中的那片海又不是刚出来的新剧，这恶意评价有什么意思呢？那只能说有人的在播剧，又拿了肖战的作品来练手了。只是肖战因为这部作品该得到的荣誉都得到了，如此恶意评分，就以为好像真的能对肖战有什么副作用一样，也是只有文盲的粉丝才会如此操作了。总之，大家除了日常扫盲之余，也要记得去豆瓣除草哟。快乐就是，就像和那个什么差不多，快乐就像。